我和丈夫正准备入睡，房门突然被猛地推开，一个女人怒气冲冲地闯进来，脸上写满了嫉妒。她把一叠文件摔在我身上，对着我丈夫吼道：“你敢碰她，我就不要你了。”接着，她指着我，愤怒地说：“我不管你的头衔还是婚姻，但你要是敢抢我的男人，我扇你耳光扇到你没脸见人。”我震惊地僵在原地。我的丈夫哈维尔·盖尔急忙试图安抚她：“我根本没碰她。你知道我们的婚姻是安排的，不是真的。”我浑身血液冰凉，心脏狂跳。我们的婚姻多年来一直很完美。3年前，婆婆病重时，我留在国外悉心照料她，日夜操劳，全心投入。但现在，她却说我们的婚姻不是真的，仿佛我不过是个笑话。那个女人，米莱娜·桑德斯，高昂着头，傲慢地说：“这是给你的规定。仔细看好了，从现在起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准见我的男人。如果非见不可，必须事先征得我的同意。”我看向哈维尔，却找不到一丝愧疚或羞愧。他只是冷冷地对我说：“米莱娜只是太爱我了，她习惯了要什么有什么，以后你听她的就是了。”我攥紧拳头，挤出一丝苦笑。好啊，哈维尔，如果这婚姻不是真的，那我也不奉陪了。看你如何收场。他搂住米莱娜的腰，轻轻刮了下她的鼻子。好了，别生气了，不会再有下次了，好吗？米莱娜靠在他身上，带着得意而嘲讽的笑容看着我。他们的脚步声远去了。我抓着被子，浑身颤抖，感觉自己像暴风雨中的一只无助的小鸟，即将溺毙。呆坐了许久，我打开笔记本电脑，开始自己起草离婚协议。婚前，我曾是知名律师，婚后才离开了这个行业。我从没想过，时隔多年接的第一个案子，竟是我自己的离婚案。我更没料到，我最信任的男人会为了一个如此无理取闹的人背叛我。婆婆生日那天，哈维尔回家了。晚餐时，他在桌下握住我的手，向宾客保证，洛林家族的情况不会影响塞纳在盖尔家的地位。原来，他们都已经知道了。餐桌上的人都很客气，但我能感觉到那些隐藏的目光和淡淡的同情。婆婆甚至当众大声宣布，我不管洛林家的亲生女儿还是养女是谁。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塞纳是我的儿媳，永远都是。我淡淡一笑，什么也没说。他们只知道我是洛林家族被抱错的女儿，真千金回来了，却不知道我的亲生父母比洛林家族更富有，更有权势。但算了，已经不重要了。那晚，哈维尔准备离开时，婆婆坚持让他留在我的房间，而他也没有克制自己。他把我推倒，粗暴地亲吻我的脖颈，呼吸灼热。我试图推开他，他却低声说：“求你了，别告诉米莱娜。”他极度心强，要是他知道了，会闹的。一种屈辱和背叛感压垮了我。我更用力地推他，但无济于事。他变得更加粗暴，和以前一样，让我第二天甚至下不了床。光是回想就让我恶心的反胃。就在我准备再次反抗时，门猛地被撞开了。米莱娜当场抓住了我们。又一次，哈维尔惊慌地跳起来，他的脸因欲望而异常潮红，身体颤抖着。这时我才意识到，他肯定是无意中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。米莱娜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甚至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。米莱娜用尖锐冰冷的眼神瞪着我，打断了他：“别慌，这次我不生你的气，都是那个贱女人给你下了药。她真恶心，就那么想要你，非得用这种下作手段骗你上床。哼，原来是她给哈维尔下了药。”他对我皱起眉头，声音充满愤怒：“塞纳，你怎么能这样做？真的，你到底怎么了？”他居然相信我刚才的反抗只是为了让场面看起来更逼真而演的戏。我没有。我试图解释，但话没说完，米莱娜就尖叫着冲向我：“你这个贱人，离了男人就不能活吗？你真是女人的耻辱！我对你已经够忍耐了，但你从来不听。我警告过你了，不是吗？
不准碰我的男人。哈维尔拦住他，试图让他平静下来。米莱娜，求你了，让我来处理。别生气，你打他只会伤到你自己。相信我，我会解决的，好吗？屈辱像火一样灼烧着我，我再也受不了了。我上前狠狠扇了米莱娜一耳光。桑德斯小姐，请你自重。不管他多爱你，在这里你依然是第三者，轮不到你在我家里指手画脚。米莱娜尖叫着，咬牙切齿，但哈维尔拦着她，他没法打我。他的脸因愤怒而扭曲。分手吧，哈维尔，你让那个贱人打我。他眼中闪过恐慌，害怕失去他。于是他转过身，狠狠地扇了我一耳光，把我打倒在地。塞纳，你太过分了，你该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。我告诉过你，这婚姻只是安排。我还保留着你盖尔太太的头衔，你该知足，安分守己。我苦笑，盖尔太太，你是在侮辱我。米莱娜尖利的声音插进来，再打他，打2下，不然我自己动手。从不听命于任何人的哈维尔·盖尔瞬间服从了，他眼中闪过一丝犹豫，但还是又扇了我2个耳光，血从嘴角流下，我的头嗡嗡作响。接着他对手下下令，把这间房用情趣用品塞满，马上。他的手下动作很快，他们搬着箱子进来，开始把那些东西往我身上扔，每一下都在我皮肤上留下红印。他们像倾盆大雨一样砸向我，我连躲闪的力气都没有。哈维尔冰冷的声音在我上方回荡，这些够你用一辈子了，别再耍下流手段逼我碰你。记住，我们只是名义夫妻。他的手机突然响了，他走出去接电话。Meanwhile， 与此同时，我躺在地上，被一堆堆羞辱人的情趣用品包围着，虚弱的动弹不得。当视线开始模糊时，我听到了米莱娜得意的声音，告诉你吧，塞纳，是我给她下的药。你不过是个养女，永远赢不了我。她笑着拍下房间被情趣用品填满的照片，骄傲地环顾四周。我睁不开眼睛，连手都抬不起来，全身沉重，陷入黑暗。房间外，我能听到哈维尔和米莱娜在隔壁的声音。他柔声对她说话，把她当作世界上最珍贵的人。在他们亲密的拥抱中，我能听到他温柔的一遍遍叫她老婆。现实的背叛与突然涌上的记忆交织。自从他上次那样对待我，已经过去了无数个黑夜。疼痛一次又一次地刺穿我的胸膛，痛得我仿佛被困在无间地狱。当我睁开眼时，已在医院，手背上插着冰冷的输液针。婆婆坐在床边，泪流满面。我可怜的孩子，对不起，你受苦了。别担心，妈给你撑腰。我亲自去收拾那个女人。3年来，我照顾她，陪在她身边，直到她康复。那些年，我们情同亲生母女。我鼻子一酸，眼泪快要掉下来，却强装平静地笑着对她说，既然她找到了真爱，那我就放手吧。她着急了，连忙安慰我，傻孩子，就算我儿子伤了你的心，你也要图他的钱和地位啊。那个不要脸的女人，我去收拾，看她以后还敢不敢嚣张。没等我说话，她就怒气冲冲地走了。那天下午，她发给我一段视频，视频里她狠狠扇了米莱娜·桑德斯耳光，直到对方脸颊肿起，警告她离哈维尔远点。我刚看完，哈维尔就冲进了我的病房，米莱娜紧跟其后，准备找我算账。米莱娜眼睛通红，语气冰冷地挑衅他，我看你怎么处理。你答应要为我做主的，证明给我看。哈维尔勃然大怒，他掐住我的脖子吼道，你以为利用我妈就能控制我？塞纳，你现在是想拿结婚证说事了吗？我虚弱的无法反抗，只能含泪看着他，不明白这个男人怎么会变得如此陌生。就算我说与我无关，他也绝不会信。他咬着牙命令道，自己扇自己，一直扇到米莱娜满意为止。这就是你的道歉？我用尽最后力气，反而扇了他一耳光。你爱他是吧？那让他来做你宝贵的盖尔太太好了。哈维尔愣了一下，被我的话震惊了，随即他的怒火爆发了。
他威胁道，如果你不自己删，我就彻底毁掉你的名声。他掏出手机，屏幕上正是那个充满情趣用品的房间里，我被羞辱的包围着的照片。对任何女人来说，这种羞辱都是难以承受的。为了护着小三，他不仅摧毁了我的尊严，连自己的体面也不要了。米莱娜看着他，冷冷地说，我已经发到网上了，你要是舍不得他，就别再来找我了。说完，他假装生气地冲了出去。而正如他所料，哈维尔立刻追了出去。不到半小时，我的病房外就有人指指点点，就是那个女人。真没想到，欲望这么强，买那么多东西，肯定是哈维尔满足不了他呗。真不要脸，住院估计是玩过头了，自己都控制不住了吧。真是盖尔家的耻辱。网上更是骂声一片，都在侮辱我，让哈维尔跟我离婚。1小时后，他回来了，拿着离婚协议。这次他脸上没有怒气，甚至凑近我的额头，声音轻柔，对不起，刚才我太冲动了。米莱娜就是脾气不好，喜欢在感情里占主导。你比他懂事，这次就让他吧。你们对我都一样重要。他不好哄。我们先离婚，好吗？等他气消了，我们再复婚。求你了。他红着眼圈恳求，大概是怕我不答应。好，但是哈维尔，我永远不会再是你的妻子了。而他永远不会知道，这正合我意。你总算懂事了。别担心，我会跟你复婚的。他满意的看着我，深深的吻了我的额头。第二天，我提前出院，却没想到米莱娜在地下停车场拦住了我。她以正式的态度冲过来，几乎要扇我耳光。贱人，都离婚了，还敢让我的男人来接你？他的手还没碰到我的脸，我先扇了他一耳光。米莱娜，桑德斯，睁大眼睛看清楚，是哈维尔自己要来接我，我拒绝了。你只拒绝了一次，分明是在玩欲擒故纵。他气得又要打我，这时一只黑狗突然冲过来撞倒了他，虽然没受什么伤。恰在此时，哈维尔赶到，他愤怒地瞪着我，仿佛是我指使狗攻击他的宝贝。米莱娜哭着扑进他怀里，哈维尔，你根本不爱我。爱，我爱你，我很爱你，他认真地说。你爱我，就不会让塞娜一次次伤害我。你爱我，就放狗咬他，让他也尝尝我的痛。好，好，别哭了，你哭得我心疼。我先带你去医院，好吗？他终于同意后，他立刻打电话给手下。送我的，他差点说出我老婆，又赶紧刹住，怕惹米莱娜不高兴。然后改口道，送洛琳小姐去流浪狗收容所。米莱娜要求放100条狗跟她关一个笼子。哈维尔冷冷重复，放100条狗跟她关一个笼子。下达命令后，他眼神冰冷地看着我，你不听话，这是给你的惩罚。然后他把我绑在车后座，等手下过来带走我。他抱着米莱娜开车离去，把我丢在原地。我试图挣脱，但还没成功。我刚从国外回来的亲生父母找到了我。我可怜的孩子，跟我们回家吧。盖尔家的事，我们来处理。我泪如雨下，点了点头，上了他们的车。半小时后，哈维尔抱着米莱娜，偷偷给手下打电话，把她带回老宅，熬点安神汤。他肯定吓坏了。手下脸色煞白，冷汗直流。先生，我们把它扔进去10分钟，狗把它撕碎了，只剩骨头了。哈维尔如遭雷击，向后撞在墙上，心痛得无法呼吸，泪流满面。我只让你们吓唬他，谁让你们真扔进去了？